大家好，上次我做了一个影片，讲到了秋冬菜园应该要做哪些事，其中提到了自己做土跟堆肥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个影片，可以点上面的小圈圈就可以看到咯。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做土的经验，还有我的重要工具堆肥箱。我是2012年刚搬来这个新家的时候就买了这个堆肥箱，因为当时我们家的树很多，到了秋天的时候落叶非常的多，扫不完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菜园种菜，但是呢已经开始在规划，所以自己做土就是我为我的菜园做的第一个准备动作。从2012年到现在2020年，除了第一年为了建立菜园买了一些土，还有2015年去朋友那里挖了好几桶的马粪来做养料之外，过去这7年来我的菜园几乎没有买过土，全部都是靠我这个堆肥箱自己做土，做成了现在的菜园。市面上卖的堆肥箱大概有2种，一种是像我这种比较适用的堆肥箱子，缺点就是要自己搅动，堆肥的时间比较长。另一种是可以滚动的堆肥箱，这种箱子很方便翻动，所以堆肥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比较贵。有很多人会自己 DIY 做堆肥箱，可是因为当时我什么都不会，也比较节省，所以就挑了这个最便宜的。记得当时买的时候不到美金5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堆肥箱。那我这个堆肥箱呢，用了8年了，到现在还很好用。堆肥箱的最基本要求就是通风要良好，所以箱子的四周必须有很多的小洞，帮助空气循环。还有就是到时候做好的土壤必须很方便就可以拿出来，所以箱子的下面4面都必须要有出口可以取土。因为堆肥箱有的时候发酵的很好的时候，箱子里的温度会很高，有时候到几百度都是很正常的，所以要确定箱子是耐热的。我的堆肥箱是放在菜园的边上，不能靠房子太近，但是因为常常要挖土出来，所以也不能离菜园太远。那我选的这个地方每天大概日晒有8个小时，离邻居家也有一小段距离。堆肥箱里的原料分为2大类， brown 跟 green。 什么叫 brown， 什么是 green？ 有些人是用颜色来区分这个 brown 跟 green， 其实不太准确，我觉得用水分来区分还是比较合理的。像 brown 是不含水分，或者是说已经晒干后的，包括落叶、木屑、碎纸、干草、纸箱等等。那 green 的话呢，就是新鲜的厨余，例如果皮、割下的草、蛋壳、茶包、咖啡渣。堆肥箱基本就只要放这些 brown 跟 green 就可以了。至于有哪些是不建议放入箱子的，我觉得像有油脂的东西，或者是煮过的饭菜、肉类、骨头，或者是奶制品 cheese， 这些东西因为味道比较重，那容易让堆肥箱会发臭，引来一些动物或者是苍蝇，我个人觉得能够避免就避免。厨余的部分呢，我在厨房的水槽旁边都会放一个空的咖啡罐子，平常可以收集一些厨余，像蛋壳、果皮、瓜皮、青菜梗、咖啡渣，等到收集满的时候就可以拿去外面的堆肥箱。我通常是天天都会出去倒厨余。那堆肥箱要怎么使用呢？很简单，最开始的时候先在底部撒上一层薄薄的土，然后放上一层 brown， 纸箱或者是落叶都可以，然后再加入 brown、green mix 都可以，最上面一层建议是以 brown 为主，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味道。最后一定要在表面浇够水分，还有一点就是放入堆肥箱的东西，不管是 green 或者是 brown， 最好是剪得越小越好，这样在里面分解的速度会更快。我通常是每2天就会去搅动一下堆肥箱，所以我的堆肥箱通常2到3个月就会有很多的新土。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的话，
最起码每2个星期就要去翻动一下这个堆肥，确保它里面的温度、湿度、空气是均匀的。如果发现太湿或者是底部积水，那有可能是 green 太多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增加落叶或者是稻草 brown。如果感觉分解的速度很慢，那可能就是你的厨余 green 不够。我先生每次割草都会把这些草渣放到我的堆肥箱里面，那每次都堆得满满的，所以我的堆肥箱在它倒入草渣之前，我都会先放很多的 brown 在里面。但是有时候草渣实在太多了，如果3天没有去搅动，打开之后会很臭，里面很湿，但是翻动一下你就会发现里面在 cook， 也就是它里面发酵分解的速度很快。这时如果再放入更多的 brown 的话，臭味就会消失，而且 cook 分解的速度会更快。这里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咖啡渣。咖啡渣对堆肥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虽然它的颜色是黑色、棕色的，但因为我们大部分使用的咖啡渣都是新鲜的，冲泡过咖啡的，所以里面的水分都是很高的。所以在堆肥界里面，咖啡渣是属于 green， 不是属于 brown。一般来讲，撒完咖啡渣搅拌一下，可以让堆肥箱分解的速度加快。常常撒完咖啡渣的第2天搅动一下，就会看到堆肥箱冒出很多的热气，这就表示里面已经开始在分解，然后它 cook 的速度很快。还有当发现堆肥箱有臭味的时候，也可以去咖啡店或者是超市里面卖咖啡的那个部门，跟他们要他们不要的咖啡渣，他们都会很乐意的免费分享他们的咖啡渣给你。你看，这就是我朋友刚刚送给我的2桶免费的咖啡渣。倒入新鲜的咖啡渣会让整个堆肥箱溢出很香的咖啡味。那如果还有剩下的咖啡渣，最好是像我这样把它们晒干以后再食用。因为闷久的潮湿的咖啡渣几个月就会开始有蚂蚁或者是发霉，那晒干之后呢，就比较没有这些问题。虽然咖啡渣对堆肥箱这么有帮助，可是也不能撒太多。如果比例上一次撒太多的话，堆肥箱里面的酸碱度就会不平衡，所以像我这样子撒上适量就可以了。堆肥箱最好是买有盖子的，记得平常一定要把盖子盖紧，这样可以确保里面的温度、湿度达到应有的水平，也可以避免小动物进去。如果使用堆肥箱得当的话，在适当的条件下，大概2-3个月左右，堆肥箱里面的土壤就可以达到可以使用的程度。好的堆肥应该不会有任何难闻的味道，反而会有一股自然发酵泥土的气味，它的颜色还有摸起来的感觉会跟泥土很接近。自己堆肥可以将很多日常的厨余变成有用的肥料，然后再回归到我们的菜园里面，帮助我们的菜园滋润新的植物，对我们的地球还有整个环境都是有利无害的。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你也喜欢种植，可以关注或订阅我哦。拜拜。